大家好，我是小雪，欢迎大家观看这一次的《美的消亡史》，简称在逃公主。我都不知道要怎么继续开头。总之呢，大家有看过这个视频吗？有看过后，那我们就直接跳入正题，讲这一次的活动故事。抱歉，我今天的脑子有点CPU 烧的感觉。不要在意细节。好，大家觉得我这一次的仿大如何呢？我已经尽量仿大了。不怎么像吧，但是至少呢有白色，有皇冠，虽然没有骷髅。对，没有骷髅，一点都不像。好吧，那我们开始吧。幽灵，这一次呢是清明节的呢，还是520的呢？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每次节日的时候呢，你的套装永远都这么的迷啊？这是什么？这个是特别办，我有点不知道这是什么。臭哥，行，好吧，这个是画面升级，开启一下。这是啥？反正我的总结就是与我无关，我就不看了。那么我们来吧，行宫回声。真的是公主啊！我看蝶说不要在意公主这个2个字呀。来吧，还是那句，不要在意我的配音哦。你能看见自己的脸吗？玻璃一样明亮剔透的迷人双目，雕塑一样精致挺翘的完美鼻梁，花瓣一样柔软丰满的粉嫩嘴唇，真美啊，这毫无瑕疵，切合一切美的标准，世界难寻的漂亮脸颊。但如果这些都不属于你呢？你还愿意看见自己不完美的脸吗？这个我怎么知道啊？怎么这个好像有点像妮妮尔啊？有没有一种可能它就是妮妮尔啊？那怎么看都是妮妮尔。这鼻子不能动。仔细想想，这一次的套装好像是以骷髅为主而设计的。连头发也是骨头的一部分啊。脊椎，我怎么看都觉得这个被子总有一天会自己动的，毕竟这是闪格呀。然后这个捂面嘛，没有脸啊。好吧，我们来吧。我感觉这里就是妮妮尔的感觉。好吧，来吧。33、34、35病患已进入病程中后期，声音冰冷，像一把没有温度的手术刀，拨开意识深处粘稠的黑暗。小雪缓缓睁开双眼，冰凉的空气冲进鼻腔，几张陌生面孔正低着头围在床边，白色口罩遮去他们大半面容，只剩下一双双悲悯又漫不经心的眼睛。五官消失确实麻烦，连表情都无法判断。喂，醒了吗？小雪下意识点了点头，片刻后，昏沉的思绪才捕捉到了前面那句古怪的话语。五官消失了。你们是谁？这是哪里啊？放开本喵！一旁的简易病床上，大喵正在2个护士的包围下挣扎着，努力想要翻身下床。35号病患，请冷静。如果碰撞弄出丑陋的伤口和淤青，你的病情会加重的。病情？什么病情？最内侧的病床上，刚刚醒过来的暖暖抬手揉揉额头。小雪，大喵，你们还好？声音鲜然而止。小雪循声看去，只看见熟悉的身形端坐在病床边，面部却像被人小心翼翼地擦除，只剩一片光滑平整的空白。而从暖暖和大喵完全僵住的动作来看，小雪的模样多半也是如此。医生们左右看了看几人，低头在手中的记录板上划了2下，看得见，能说话，虽然五官消失，但还没有完全丧失功能，那也是迟早的事。33、34、35病患入院病程估计更改为中前期。护士，送第3病房吧。走廊里安静得出奇，仿佛整个世界都被浸在一池无波的池水里，只有几人的脚步声一下又一下，轻轻敲在地面上，
空荡荡的传出去，再被更深的肃静吞没。护士小姐，请问我们到底得了什么病？为什么看不见彼此的脸？是视力出现了问题了吗？什么视力问题？你们3个都感染了无面症，而且病得很重。无面症？护士顿住脚步，推开深侧的病房门。33、34、35号病患，别再胡思乱想，乖乖住院进行干预治疗就好。他的语调带着刻意安抚的柔和，边说边将手中的病历卡过上3张空病床的床头。住院期间一定要好好学习住院守则，并且认真执行，这样才能阻止症状进一步恶化，明白了吗？临离开前，护士似乎想起什么，轻轻回过头，对着剩下的一张空病床缓缓开口。对了，21号病患要和新病患好好相处哦。说着啪嗒合上，耳边只剩彼此交错逐渐变快的心跳。忽然一阵极轻的琐碎声响了起来，像布料摩擦的声音。空病床的被子隆起一个弧度，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其中翻身，一点一点往床的边缘挪动着。下一秒，些许米色布料像流水漫出，从被单的缝隙里悄无声息地掺了出来。先是柔软的裙角，接着是层层叠叠的裙褶，最后是一条完整的长裙。她晃晃悠悠地离开病床，裙摆的一侧仿佛被某种细长而无形的躯体支撑着，优雅地在病房中拖行起来，继而猛地冲到几人面前。小雪因紧张而些许颤抖的2只手下意识紧紧交握，没有熟悉的搭配之力易散，会在危机拼接而成的屏障也分毫未现，搭配之力失效了。裙子轻轻蹭过大曼的胡须，烫过暖暖与小雪相握的双手停在了原地。紧接着，她急促颤抖起来，仿佛一个笑得前因后合的无形之人。暖暖这才发现，长裙的裙摆下隐隐露出一小截摆着纤细的漂亮小腿。难道这是20号病患？小雪小心翼翼地避开长裙，走到空病床前，果然在床头看到一张病历卡，病患21号，无面症末期，肢体消失率96%。暖暖，我们之后也会变成这样，然后会死吗？大喵伸出左姿，颤抖地抚摸着自己一片空白的脸。长裙在大喵面前调皮地兜了个圈，拖行至墙上挂着的告示板下。那小节漂亮的小腿优雅地转了个方向，似乎在无声招呼众人过去。尼尼尔王城医院住院守则记，尼尼尔美姿准则。经尼尼尔最高美丽监管机构美监院研究修订，尼尼尔美姿准则如下：望全体国民严遵恪守。比例之美，美之国民应纤细均称，骨络身段符合黄金比例。肌肤之美，美之国民应白皙纤嫩，肤质如月光般净透无瑕。轮廓之美，美之国民应具备天鹅颈、柳条腰、修长四肢，杜绝出圆蠢笨之相。仪态之美，美之国民应优雅克制，例行坐卧符合标准规范。声韵之美，美之国民应声柔气润，嗓音如夜莺般悦如宜人。神采之美，美之国民应楚楚动人，眼眸时刻保持忧郁以灵动。气质之美，美之国民应高贵凛然，如远星般超脱凡尘，向世间施洒美之恩惠。美之准则，住院守则是美之准则。纤细均称，白泽细腻，天鹅颈，柳条腰，优雅高贵。本喵一条也不符合啊！怎么办，暖暖？本喵就是出言蠢笨的典型。没有啊，你是最聪明、最帅气的大喵。暖暖，难道是因为我们不符合美之准则，所以才无法使用搭配之力？可我们距离这个标准实在是太过遥远了。
该怎么样才能变得更美？暖暖的声音越来越轻，仿若无意识地在心里比量着什么。他始终抬起手，轻轻摸了摸自己的肩线、脖颈，似乎在确认那里是否足够端正、足够纤细。就在这时，病房门再度被推开，护士满脸欣喜地站在门边。你们太幸运了，女王陛下即将莅临医院慰问病患，所有病人在走廊集合，准备迎接。那什么，我想要说一句话，我是在尼尼尔的医院没有错，然后我们是怎么回事？我好像错过了什么东西，我们怎么突然间在医院，怎么突然间患上了无面症？无面症的感觉就是看不到脸，那个五官没了，那怎么无面症变成痛源啊？这是进阶病例吗？还有升级的？抱歉，我有点黑人问号。然后暖暖怎么你就这样子接受了那个准则啊？那个准则有点变态呀，而且那些准则感觉都很难实现呀，感觉好花心思的感觉。我要在准则那边删掉全部，再说一句。美之准则，美之准则，希望血不谷。美之准则，希望每个国民。美之准则，希望每个美之国民都可以保持美的心灵。OK， 就这样子决定，没有讲罢了啦。可是这个美的准则，我好像没有听过耶，这个有点如果那个人的腿呢本来就是肥的、粗的，没有办法更改，而骨骼呢就是那么肥，那么最后他怎样啊？我知道了，被逐出尼尼尔的边缘。好像有听过这件事。那么来吧，女王日记之一，丽丝怎么过来了？那为什么突然间变成日记了？不懂，来看吧。宫廷教习官说，女王应该学会记录自己，为日后撰写自传提供素材，所以我开始写日记了。可到底要写些什么呢？今天发生的事吗？还是我的想法？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做，不如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吧。我总是想起几天前的加冕，那时我看见好多仰望的面孔和期待的眼睛，看着喜极而立的母亲和终于微笑的父亲，他们在看什么？女王的冠冕，还是他们口中我无迹可及的美丽？不，王冠是属于尼尼尔的，美丽是父亲母亲精心雕琢的，这些并不属于我。对呀，他们只是在看那些，那我呢？我是什么？我是父亲母亲的孩子，是他们终于引以为傲的作品。我是尼尼尔的女王，我什么都不是。所有人都在看我，又都不是在看我。或许只有面对镜子时的我自己，才在看自己吧。等等，那是什么？和我一模一样的脸，飘渺如雾，歪起唇角笑着。奇怪，侍女们完全没有发现他，他们还在提醒我要认真睡前护肤，可他们明明真切存在着，抚摸我的脸颊，扼住我的脖颈。不过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或许所有人都看不见他，也像所有人都看不见我。啊？这怎么突然间？接下来是什么？哦，我懂了，接下来是支线剧情。这支线剧情是什么意思？难道之后的故事会讲关于这些吗？刚才那个日记呢，应该就是利诺尔的日记了。那么接下来，不完美消融。21号病患裙子女士跟在几人身边，优雅地拖行到走廊。很快，身边就站满了症状不同的病患。新任女王利诺尔陛下到。新任女王利诺尔？你连女王陛下的名讳都不知道吗？利诺尔陛下刚登基不久，他可是尼尔最符合美之准则的人。尼尔什么时候举办换届选举？
话音未落，一道模糊的影子从走廊尽处而来，先有清雅的香气飘散，随后是天空般开蓝的裙摆。然而，一双百折如尺的纤细手腕轻轻抬起，冲大家招了招手。最后，她的面容从光阴中渐渐浮现，玻璃珠一样明亮，剔透的双眸如同天边垂坠的晚星，精致又挺翘的鼻梁就像出自传说中的雕塑家之手那样完美，始终带着温柔微笑的嘴唇，而是最娇美的花瓣，柔软饱满。莉诺尔停在了走廊中央，四周安静地仿若身处最神圣的教堂，任何一点声响都会破坏这世间最完美的美丽。很抱歉，现在才来看望大家。那声音轻柔到像是被绸缎包裹，每个字都落得恰到好处，正如美之准则中的声韵之美，无可挑剔。尼涅尔的子民，无论此刻身在何处，都是美之准则所庇护的人。你们所承受的苦处，我以美戒愿不会置之不理。还请大家不要担心，身体虽然出现了残缺，但至少各位残留的部分理应是符合美之准则的，对吗？他偏过头，向我扬起最适意的角度，看向满脸震惊的医生们。片刻后，其中一位才回过神来，结结巴巴地开口：没错，女王陛下说的没错，至少目前看来，瘟疫的病程是循序渐进的，丑陋的部分先失去外表，继而彻底丧失功能，但也不代表未消失的部分就是完美的，或许只是疾病还没有蔓延至全身，所以大家绝对不能松懈，要保持剩余部分符合标准，才能抑制症状恶化。原来是这样，谢谢您的解答。莉诺尔温柔一笑，重新走向走廊上的病患们。所以，只要各位配合医院的干预措施，精心保养残留的美丽部分，不要再放任自己继续变丑，一定能好好生活下去的。所以，人们消失的部分，都是不完美符合美之准则的部分吗？小雪低喃着，大喵抬起左肢捂住已经看不见的五官，暖暖不由得问出了心中悄然浮起的疑问。可是，真正的治疗不应该是想办法让我们恢复完整吗？闻言，莉诺尔轻轻转向暖暖，漂亮的眼眸依旧温柔含笑，仿佛丝毫没有因少女的问题而困扰。什么？恢复完整？真正的治疗分明是让我们变得完美符合美之准则。虽然现在的医疗手段还无法将已经消失的部分找回来并变得完美，但那种丑陋的部分，我宁可不要。请诸位收减情绪，不要继续这种极度破坏美感的无用争吵。侍从高声打断了人们的议论，走到莉诺尔身侧，俯身提醒：女王陛下，下个环节到了，您需要从左向右，依次给予病患们祝福，请注意步针和节奏，不要失了仪态。莉诺尔轻轻颔首，伸手接过侍从递来的花束，唇边笑意分毫未改。他迈出的每一步，垂落的每一道目光，递出鲜花的动作，甚至停留的时长，都像被扯龟丈量过一般精确。很快，走廊的氛围又在花香中回归温和宁静，仿佛方才那句不合时宜的发话，只是一道不起眼的裂缝。女王陛下，您的眼睛是世界上最美的宝石，看着它们，我好像完全感受不到患病的痛苦了。人们纷纷鼓掌附和，赞美起莉诺尔完美的面孔和仪容。几位手掌消失的病人也开心地点头微笑。对呀，虽然我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但女王的眼睛一定很美吧？一名缺了眼睛的病患开心地笑了起来，他的语调激昂，带着与所有人相同的震撼。像女王陛下这样美丽的人，还愿意站在我们面前安慰我们，说着那些好好保养、认真配合的话。然而，就像一根绷得太紧的琴弦，在某个细微的瞬间，欢快的旋律开始扭曲变调。可您怎么会理解我们痛苦？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低到仿佛至语，又猛地拔高，像什么东西在胸腔里决了铁。我的眼睛就是太小了，瞳仁不够明亮，眼裂的形状不合标准，睫毛又不够纤长，丑陋的一无是处，所以它们消失了。他突然停住话语，缓缓抬起手，触上那片已经以皮肤相融的平淡眼眶，指尖划过，如同在辨认一个已经记不清形状的老朋友，接着便用力捉扰起来。不等众人反应，护士已经及时上前，将他强行送回了病房。病房门哐当关上的瞬间，一声尖锐的哭嚎终于从房中传来。为什么偏偏是我长得这么一对丑陋的眼睛？那是一滴落入平湖的水珠，随即荡起溃体的潮水。一瞬静寂后，低气声瞬间在走廊里漫开。如果早点动手术调整腿骨程度，就不会染上这该死的瘟疫了。都怪我的父母，他们太不负责任了。要是能在我小时候用夹板多夹一夹我的鼻梁，我的病症就不会消失了。裙子女士也默默缩进走廊角落，将仅剩的一截小腿收进裙摆，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哀汉声持起皮肤，仿弄无数引线，点燃不知何时掺入所有病患心中的惶惑与哀怨。小雪，我是不是有点高低肩？我不该吃五花肉的，最近又胖了一圈。走廊里乱成一团，唯有利诺尔依旧立在原地，像喧嚣中完美定格的塑像。反倒是他身后的侍从们记录其情况，指挥平息混乱。待到终于恢复安静，暖暖透过病房的玻璃窗，看见利诺尔在侍从们的簇拥下仪态万方地离开了。坐进华丽的马车前，他仰起头，射着辽阔天空的飞鸟，投去了若有似无的一瞥。那什么，我想说一句话，就是呢，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时代？还有暖暖是怎么回事？暖暖，你没有意识到你好像在一个奇怪的空间吗？还有，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设计师之影那个镜面前和镜面后的利诺尔怎么截然不同。这么压抑的一个国家，一个环境，能不疯才怪。也难怪他不能露出他真正的面目，而且也不能发泄，也难怪那个镜子是那样的他，应该是真实的他吧。这样的环境不逼死人才怪。哎呦，暖暖怎么了？暖暖怎么了？大喵你怎么了？大喵你怎么会想到不要吃五花肉啊？不正常，太不正常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来吧，女王日记之2。听到那个问题的时候，我应该没有露出不优雅的表情吧？真正的治疗不应该是想办法让我们恢复完整吗？既然想要恢复那些不够完美的五官，美丽才是最重要的守则啊！她一定是被瘟疫逼疯了才会说出那样奇怪的话，可怜的女孩。可我为什么止不住地回想起她的发问，还有那些难以抑制的痛呼，让我停止了这些无意义的思索。你到底是谁？我看向镜子，自言自语般问着。我们一模一样，只有你能看见我，只有你能听到我。你说我是谁？你知道吗？这18年来，我过得有多么痛苦。唯一一个可以听到我的人，始终没有发觉我的踪迹。你说我是谁？他不停地说着，我是你的一部分，是你被压抑的声音。来，利诺尔，说下去，我究竟是谁？那只是面镜子，是我的倒影，本该如此的。可我为什么好像终于明白了？你是我。当我终于问出这句话时，他笑了。好孩子，你渴望我很久了，对吗？你渴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真正的自我，对吗？在父母身边时，我们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想法，更没有自己的生活。但现在，我们是女王了，
我们能站在尼尼尔最高的地方，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身份，而无人有权染指的生活。所以我终于有机会从你的内心深处走出来。从此以后，我们拥有自己，能够聆听自己最真实的声音，再也不会感到茫然，再也不会不知所措，不会再茫然，不会再无措。真的是这样吗？可是王冠明明好重，几乎要压垮我的脖颈，压垮我的呼吸。想想看，如果失去女王的皇冠，我们会回到哪里？回到父母身边，继续做他们的作品？还是做一件失败的、被退回的作品？我们只会沦落到再度被控制的境地，再也没有属于自己的身份，没有属于自己的世界，而我也会彻底消失。消失？不，它是属于我的，它是属于我自己的内心的声音。对，一定是的。只有他明白我的恐惧，看穿了我的渴望。没错，我仿佛什么也不是，除了这身被父母亲手雕琢打造的美丽外形，除了这顶璀璨且沉重的王冠之外，我还有属于自己的东西，一道来自内心的声音。好珍贵啊！只要你守住美丽，守住王位，我会陪着你，我会永远在你身边的。我如云般依在我的颈窝，轻轻抽了抽我的脸颊。现在我就在这里，别不要我。我有点乱七八糟了。总真的跟刚才我的猜测一样，这个镜子呢，就是他真实的内心。好吧，那么接下来最后一个，应该还有一个支线故事吧？那么来吧，瘟疫的起始。21号病患死亡时间上午7点52分。次日清晨，在屡次触碰掉落在地的长裙，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后，例行查房的医生冷漠地宣告了他的死亡。护士捡起裙子抖了又抖，最终塞进了医疗废弃物处理袋中。他会怎么样？瘟疫中死掉的病人会统一在远郊的废弃型公寓下衣冠冢。护士叹口气，从医疗推车上拿出几个写着瘟疫恶化抑制药品的瓶瓶罐罐。你们如果不想步他的后尘，就积极配合干预治疗，明白吗？这些药物怎么使用？是口服吗？清水状的拍打在皮肤上，泥膏状的是敷后过去，之后涂抹乳霜。33号病患，这些都是常识。那不就是美容护肤品吗？你们已经失去了脸，一定要保养好身体剩下的部分，才能避免病情恶化。咚咚，病房门又被敲响了。另一名护士带着一位缺了鼻子和半边脸的病患，来到先前裙子女士的病床边。这是新来的40号病患，你们好好相处吧。你们好啊，33、34、35号病友，自我介绍就免了。大家应该都不想让自己的名字和如今糟糕的脸有什么联系吧？40号病患是个热情的青年，他侧坐在床边，颇为礼貌地将自己善存的半张脸对着众人，自来熟地聊起天来。听说昨天利诺尔陛下来医院顾问了，太可惜了，我要是早一天入院，就能见到女王陛下了。怎么还有人想早点住院的？从女王选举开始，我就全心全意支持利诺尔陛下了。我就知道她铁定能赢，她的美就像一束光，照亮这黑暗时代。幸好有她当选，因瘟疫恐慌的大家才能有了一个精神寄托。我从昨天就想问了，尼尼尔女王到底什么时候换届的？什么？这么爆心的新闻你们都不知道？五面镇的0号病人就是上任女王啊！莉莉丝也得病了。谁是莉莉丝？几人对视一眼，40号病患的疑问像一阵风，隐隐吹开了脑海中朦胧薄雾的一角，但记忆并未完全复苏。我们什么时候又穿？小雪连忙凭感觉捂上大喵嘴巴的位置，暖暖也紧跟着开口：不好意思，我们是刚来王城的外乡人，消息闭塞，许多事情都不了解。外乡人啊，那难怪了。其实上任女王也是非常端庄美丽的，唯一的缺憾就是美制准则第2次经修改版后，
她的嘴唇就从完美符合准则变成略微偏厚了。后来她时常因为这个问题被人诟病。他压低声音，神情带上了几分讲述秘闻时特有的兴奋。不久前，在一次公开仪式上，正在演讲的女王突然喝住了声音。那个动作太诗意了，美戒院的大臣们立刻上前，要求她放下手，保持优雅从容。于是，所有人都看见了，女王花瓣一样的双唇如同融化般变成了一团。又被看不见的力量抚平，最终成为了一块平整的皮肤，像新生儿那样脆弱又剔透，怪诞又丑陋。你很喜欢艺术加工吗？我怎么绘声绘色，我们也能听懂。总之，那恐怖的场面成为了不少人的梦魇。没想到，很快就有民众出现了相似的病症，医生们也束手无策。只知道人们身上任何不完美的地方都有消失的可能，或许只有真正完美无瑕的美人才能躲过这场浩劫。我们伟大的、美丽的利诺尔女王就是在这种危机之下，在人们几乎虔诚的期待中加冕为王的。幸好世上还有利诺尔这样无可挑剔的姑娘，我完美的女王陛下一定能带领利尼尔战胜这场瘟疫。现在整个王城都在学习美戒院为利诺尔女王安排的美丽日程。如果我们都能像她一样美，就不用害怕瘟疫继续传播了。话音刚落，护士用推车送来了今日的早餐，餐盘被分成几格，每种食物都精准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似乎超出间隔一点点都是最严重的逾矩。各位病患，按时用餐有助于均衡体。各位病患，按时用餐有助于维持体态均称。切记，请勿私自增减分量。这分量不对吧？40号病患从他的随身品中摸出一个小镇，嘀嘀咕咕地称量起早餐。很快，他就眉头紧锁地大声抱怨起来：“这也太多了吧！女王食谱的早餐可只有这个的一半，医院也太不负责任了。”大喵捧着空盘子愣愣地看着他，可是本喵还没有吃饱，小美就得挨饿。还有，按照女王日程，我们现在应该开始本日首轮护肤流妆才对，至少需要2个小时，再不开始就来不及了。我觉得没必要对自己这么苛刻。40号病患恨铁不成钢地深深叹了口气，用同情的目光看向暖暖。想必各位就是因为对自己要求太低，太不注重保持美丽，才会染上瘟疫的。不对，追求美是没有错，但让追求美的欲望凌驾在一切之上，就太过火了。没错，追求美应该是件开心的事。如果为了美变得极端，对自己和别人的审视太过苛刻，那就失去它的本意了。不知为何，当小雪和暖暖得出相同的结论，在看向彼此时，仿佛隐约看清了一点对方面容的轮廓。不过40号病患毫不在意小雪与暖暖的想法，他热情递来一罐当下最畅销的护肤品。病友们别灰心，就算各位五官都已经消失了也没关系，只要勤加保养，至少能保证皮肤依旧百折嫩滑。对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得麻烦你们观察我的睡姿是不是100%优雅，就像女王美丽日程里强调的那样。啊，这也太极端了吧！我的话呢，护肤品是什么东西呀？哎呀，我不知道啊。没有办法，毕竟呢，我很少用护肤品的，我全年都是素颜的，没有化妆，也没有什么矫正，唯一矫正的就是走路的形态。就是人走路的时候呢，不可以把脚向外这样子撇着走，这样子的话呢，就会那个骨骼呢就会习惯的这样子慢慢向外走，可能呢骨呢会跑位的感觉。所以呢，我就一直以来呢，我就矫正自己的走姿，就是呢走路的时候呢，脚呢不要开太大，就是直直的走，就是直直的走，没有像模特儿这样子啦。这样子走路呢，至少呢不会显得很粗鲁，至少是一个正常小姐走路。这是我唯一的矫正啊，大概是这样子吧。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小气泡吧。少女，
妈妈，我终于想到女王同款束腰了。老师说，只要每天佩戴12个小时，1个月就能看到效果。母亲，孩子，你现在正是努力拼搏、追赶同龄人的时候，只佩戴12个小时可不够。女王陛下都是24小时不栽的，你可不能松懈啊！啊，这好痛苦啊！这不是矫正脊椎吗？那么接下来，苗条的男士，我已经连续1个月只吃女王食谱了，瘦了足足10公斤，整个人都轻盈了不少，走起路来就像踩在云朵上一样，软绵绵、轻飘飘的。我感觉你总有一天会晕倒的感觉。那么接下来，橱窗广告，美监院推荐女王每日必做的7项美容功课：珍珠美肤霜，特别添加有效成分。珍珠粉、水银、鲜白、砒霜微量、玫瑰精油等，剔透净白，丽人馨香，女王同款，助您实现美丽梦想。裹紧要直，腰要细，步伐要轻盈。不符合美姿准则的人，连在街上行走都是一种错误。现在预约资深家庭形体教师，大家授课，要让孩子输在美丽的起始线上。这好极端啊！所以这个跟那个坟墓有什么关系啊？还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我们的脸也会消失啊？虽然我们一直以来都没有介意这个细节。哎，不对呀，我们是搭配医美的神啊，我们也算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存在。毕竟我们有神的一部分，暖暖也是。还有为什么搭配之力用不上？哦，我懂了，是因为那个美的准则是吧？还是我们缺失了脸啊？太深奥了，我有点乱七八糟啊！这一次故事，大家觉得呢？我这一次故事我一头雾水就是了。那么呢，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下方留言、按赞、分享出去，还有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打开我亲爱的小铃铛哦。那么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好一头雾水呀我。